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诺手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啊。昨天我给大家录了他的打野的一个然后今天录了一个他上单的一个。这边他竟然带了攻速，这个攻速符文的话，为了叠征服者那也正常。我前面说到他上单不该带这个其实得看情况。就是比如说对面控制多的话，你可以带韧性那个。像这边的话，利用草丛的一个这种，不要给对面消耗机制的机会。看到没有，石头人其实蛮强的，在线上会玩的石头人，只要你看到石头人一级学 W 的，他这个石头人基本上就是会玩的。这里二级的话学 W， 诺手只要到了3级就不怕了。他学了 Q。按正常来说肯定是学 E， 但他对面应该是看到这边这诺手这么怂，然后先用 Q 来打消耗。就是你看情况，如果石头人你完全可以对面敢上线，比如说跟你对拼的话，你就学 W 接 E， 然后学 E 学 W， 然后主 W 负 E 就可以了，甚至 Q 技能都不用学，你知道吧？除非你追不上对方。这边血怒打出来以后石头人的话就完了交闪现了。烫的话应该没烫死，盲僧过去找人，没找到。这边赶紧把兵线给推进去。Q 起手 ，E 接大招 P 闪现拉出来。有凯旋回一口不怕。反正盲僧我跟你说，盲僧这样子就是其实本来节奏还是挺舒服的，就是怎么说呢，没必要太那个打的那么急促但盲僧的话就是想要赶紧拿到优势，你看就是帮忙推塔皮这种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盲僧就想节奏快一点，想要快速的节奏。就是有一些人打法的话，就是喜欢慢慢发育、慢慢运营，但有一些人呢，就喜欢赶紧的建立优势，后期我要打得舒服一些，甚至赶紧结束比赛，这种快节奏的。W 减速到以后给 Q然后这边再一个平 A 把血怒打出来，一个 Q， 对方利用大招跑。其实刚刚 A 多一下，然后对方不交大招的话，大招一劈还真有机会。回头打一个 EQ 就是既能打断对方的追击，然后也能利用 Q 技能，他会弹一下嘛，E 技能拉一下的时候，给对面的一个控制的话，他们就很难去躲这个 Q 技能，除非第一时间就是控制结束以后去交位移。其实诺手，我感觉就是之前不是昨天嘛，应该是昨天就说过，诺手是线霸，但我感觉其实也没有那么线霸。就是在素质面前，其实诺手的话
没那么离谱。其实诺手前期就是说前期3级的话，3级开始就是靠血怒的伤害，然后后面的话，比如说5级以后，那就是要利用大招，然后和装备去建立优势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基本上可以进行一个通关模式。那时候只要 P 起来，只要能，就是说只要这个大招利用的好的话，基本上没什么人在线上啊，除非这个诺手是劣势。然后，如果说对面的石头人就是怎么说呢，就在塔里面不出来的话，其实诺手还是真不好杀石头人。首先一个人石头人本来就是护甲高护甲有护盾，对吧？然后你在塔下要去强行杀一个石头人的话，不是很理想。然后这个石头人的话，第一件事选择做星之钢啊。现在的石头人好像都喜欢做星之钢，而且这个版本没那么容易被击杀，就整体的坦度高了好多。这种情况下抢到了，竟然还能跑，队友还不错。两边都是军事局的话，其实诺手还是很喜欢这种局面的。巴德的大招完了，吃太多控制了，这一波必须得走。这个卡莎的绕后，说实话，我也觉得也是有点离谱的。这样子就是害死了这个辛德拉。石头人说啊，我打不过你，我打不过诺手，不代表打不过你，是吧？你一个盲僧跑过来，其实盲僧其实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是削的是有点严重的。盲僧在这个版本，就感觉有种就是伤害不是很够的那种感觉。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反正我是觉得他伤害总觉得他的伤害不是很够。像猫咪的话，在这次的小版本又有一个小加强啊，就它的 E 技能的话，前期的消耗就整体的消耗比以前少了，就是蓝量的消耗。然后是它的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啥来着？那个大招的治疗量也提升了一些，很不错了。他那大招每一次提升的话，
到后面提升还是蛮多的。一个 Q 挂上了血怒就不怕对方了，再 P 一个，这里大招没续上，坐车过来，对面没有那种爆发很高的，所以这个血量可以尝试去浪一浪，然后也是交给队友去收割了。就团战这版本的怒手团战就是抢，有优势的话要尽量去反野啊，不要给对面发育的空间。哦，小火龙还不走，那这样的话开疾跑挺进，给到减速先，想 P 队友男投的速度还是快啊。其实像这个时候啊，跟猫咪的话，一定是跟这个队内大哥，大哥有点多啊。盲僧跟卡莎战绩也不错，其实跟诺手会好一些。诺手的话，现在开团开起来，就这个时间段跟上单就很舒服，能很好的把团开起来啊。只要现在这个诺手有优势的诺手，你肯定多让他这种终结比赛的能力啊提上来，说不定你能在15分钟以内啊就结束比赛。海基宝，哎呀，挺近。其实刚刚交闪现拉的话能拉4个的，但他太贪了，想用挺进再拉。哎，这波拉回来一个，但打不出血诺，把对面闪现骗一骗啊，先边打边退，不要硬顶，这里的话跑不了了。其实有猫在的话就很舒服了，可惜猫咪一直不跟这个怒手，然后就是估计是他这个账号应该是被禁言了，所以你们还是少一点在游戏里面跟别人互喷啊，免得到时候自己的账号被禁言了，跟人家沟通不了，跟队友沟通不了，这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啊。辛德拉的话，现在好多中单法师都会选择做这个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女妖面纱。现在面纱的话，性价比其实在中单长手法师里面啊，
去针对对面中单的这种选择的话，你只要手长的话，其实还是很舒服的。就是对面想要破掉你的盾，就要想办法先靠近你丢技能。这一波吸收了很多伤害啊，然后卡莎的话也很给力。其实对面的石头人选择做这个石像鬼装备啊，其实我不太建议大家做石像鬼。石像鬼这件装备就是非常垃圾的数据，就怎么说呢？你说它有什么用吗？是要那种要扛伤，没什么扛伤，你看，就决定性的东西也没有。看起来是多了很大一座盾，但还不如直接做冰心。做冰心的话，在团战的时候又能帮队友，是吧？能减这边 C 位的攻速。像诺手遇到冰心的话，要去很好的去叠这个血怒的话，都不好，没那么好叠。卡莎又要开始浪了，赶紧过来。看一下他，哈哈，真的又没了。哎，这波其实对面继续追的话，其实找机会是能反打。靠过来，挺进，勾到射手和辅助也没关系，慢慢打，先把这血怒慢慢叠上来。A 一下有血怒了，但有血怒打不到了，还是得看这波龙团。金身，这巴德的这个大招还是有点恶心。哎，挺进，打到了，猫咪开大招，这血量可以 P 起来了，真不容易啊！这猫咪你看，早跟着这诺手，这局其实早就结束了，不会浪成这样子。艾克。哎，骗过来，挺进，减速到大招 P 一手，哎 ，Q 没 Q 到，有点可惜，但没关系，杀掉了。啊，这样的话啊，也是直接结束了比赛。那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，后面还有一局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。